废掉一个孩子能有多简单？只因觉得儿子长得像超雄，这个不满4岁的男孩便日复一日地遭受着父亲的辱骂与折磨。哎呦，이 웬수야 진짜 진상아주 그냥。在他看来，只有当街把孩子骂得大小便失禁，才算出了心中那口恶气。他甚至还觉得自己的儿子完全不值得被给予哪怕一丝一毫的关爱，会把儿子满心欢喜挑选好的积木玩具偷偷放回去。孩子稍有哭闹，就对他贴脸开大狂飙，各种不堪入耳的垃圾话，把孩子骂得抱头痛哭。男孩今年才刚满4岁，本该是探索世界、感受温暖的年纪，可爸爸那些恶劣的言行早已在不知不觉间侵蚀了他幼小的心灵。他天真的认为心情不好时就该像爸爸那样靠吼叫、骂脏话、动手打人的方式来发泄情绪，于是刚满1岁半的妹妹便遭了老罪。这天妹妹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他的玩具，便立即引起了他的不满。下一秒，他就模仿着爸爸平日里对待自己的样子，对着妹妹大声怒吼。妹妹直接被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吓得瘫软在地，哭得撕心裂肺。在听见妹妹刺耳的哭声后，男孩心情愈发烦躁，干脆直接动手教训。可妹妹因为太过恐惧，哭得反而更加厉害。当目睹儿子嬉笑着暴力揪扯妈妈的长发，哪怕妈妈疼得大叫他都不肯放手时，爸爸的肺都要气炸了。야, 손 가만히 안 있어. 아빠 다리. 아빠 나서야 돼. 아빠 다리 똑바로 한다. 엄마 좋아. 엄마가 만만해. 엄마 손잡아。除了上述这些暴力行为外，平日里男孩的小嘴更是像抹了蜜一样，整天稀巴稀巴的狂飙脏话骂不停。这天男孩非要缠着妈妈陪他一起玩，可妈妈放下妹妹后便转身收拾散落一地的玩具，这直接让男孩心生不满，不依不饶地跳上妈妈后背，用手臂紧紧勒住妈妈的脖子。被儿子勒得快要窒息的妈妈让他赶紧下来，男孩却火冒三丈，狠狠拍了妈妈一巴掌。妈妈不想再纵容他这种抬手就打人的行为，把他拉到一边，准备好好教育他。어머. 욕하면 안 돼. 面对妈妈的劝说，男孩非但不听，反而骂声还越来越大。就这样，嘴里一直稀巴稀巴的骂了整整30分钟。这天全家一起去超市购物，男孩兴奋地为自己挑选了最爱的积木玩具，怎料爸爸在排队付款时却悄悄把玩具放回货架。结完账后，男孩发现玩具没了，立刻就开始哭闹，要求妈妈马上带他回去重新买。见妈妈无动于衷，儿子急得朝妈妈身上又拍又打。而此时爸爸早已阴着脸等在电梯口，准备好好教训他一顿。他一把抱起孩子走到无人角落，先是拿出钱包告诉儿子自己钱不够了，买不了。爸爸没想到儿子这么不好糊弄，便连忙改口说这是优惠券不能用，接着迅速收起钱包。看儿子还磨磨蹭蹭不愿意走，爸爸火气一下子就冒了上来。손이 일어날 수 있지？没想到下一秒他竟威胁儿子说如果再不走就把他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把他丢进垃圾桶。男孩吓坏了，哇哇大哭，刺耳的哭声让爸爸的心情更加烦躁。他一把将孩子从地上拽起。아유, 이 웬수야 진짜 진상아주 그냥。最后他强硬地拽着儿子的手就要走，妈妈在后面急忙喊住他。原来儿子被爸爸刚才的举动吓到尿失禁，可爸爸的第一反应却是嫌弃孩子让他丢人。 나 길 갔잖아. 창피해 죽겠네 진짜. 이 때문에 아주 그냥。晚上到家后，妈妈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男孩忐忑地坐在餐桌前，一想到下午在商场发生的事，他下意识地偷瞟了爸爸一眼。平日里他常常毫无缘由地遭到爸爸的训斥和攻击，此刻他心里满是恐惧，在椅子上坐得极其不安。可他不动还好，一动爸爸就马上看不下去。 야, 황서저 밥 똑바로 안 먹어. 앉아。爸爸警告儿子吃饭的时候要有礼貌，可男孩毕竟还不到4岁，他连礼貌是什么都还没有搞懂。妈妈知道儿子继续这样，丈夫会更生气，她赶紧轻声劝告儿子乖乖坐好。没想到下一秒，男孩居然抬脚踢向了妈妈，爸爸的脸瞬间阴沉得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不出意外，他的肺又一次被儿子气炸了，猛地一拍桌子，直接把儿子吓得脸色煞白，嚎啕大哭。随后他气愤地走过去，毫不留情地端走了儿子的餐盘，惩罚他3天不许吃饭。面对爸爸骇人的气势，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男孩除了不停地哭泣之外毫无办法。随后爸爸走进厨房，拿了一个勺子扔给儿子，冷冰冰的警告这是最后的机会，让他赶紧乖乖吃饭。 안 먹어. 안 먹어. 손이어서 발가락에서 손 들어。 妈妈忍不住劝丈夫别这样对待孩子，先让他冷静下来。怎料爸爸听到后更加暴怒，大声说自己不可能再跟他一起吃饭了，随后连踢带骂的摔门而去。本该温馨愉快的家庭晚餐时光，在这个家中却从未出现过，只有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笼罩着餐桌。孩子吃饭好动本就是天性使然，父母耐心教导一下就好了，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爸爸总是有办法让快乐瞬间消失，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导致全家人不得安宁，没有一个人能安心的把饭吃完。隔天妈妈向丈夫表达不满，希望他以后可以对孩子多一点耐心，不要随意辱骂，更不要动不动就打。爸爸不耐烦的敷衍说知道了，自己以后会改。妈妈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一看到孩子的哭闹就像变了个人，突然失去理智。面对妻子不停的埋怨，爸爸的火气又突然涌了上来。 사람 보고 여러 가지 한꺼번에 고치려면 그게 단 하루 만에 고쳐져? 그러면 예를 들어 선이나 이렇게 하는 거 그 얘 지금 단 하루 만에 고칠 수 하루만 해? 알았으니까 내가 조절하겠다고 얘기했잖아. 这番话把嘉宾都整无语了。 나는 그게 좀 서운한 거야. 어? 아니 내가 조절하겠다고 얘기를 했잖아 내가.
한국말 못 알아들으면 조절하겠다고.两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紧张的气氛让男孩害怕的不由自主的不停往后缩。在爸爸信誓旦旦保证会改的第二天，妈妈特意安排外出，让爸爸独自在家照看孩子。儿子满心期待想和爸爸玩耍，凑在爸爸身上想要亲近，可爸爸却冷脸躲开，满脸嫌弃的说儿子很恶心，警告儿子离他远点。过了一会，被赶下来的男孩又爬过去询问爸爸礼貌是什么意思，万万没想到爸爸竟借此嘲讽嘲笑儿子口齿不清，话都说不利索。안 들려요。演播室的嘉宾也是集体表示，孩子才4岁，正处在语言学习的关键阶段，爸爸不去耐心引导，反而恶语嘲笑，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之后爸爸的行为更加过分，他拿着玩具蛇故意吓唬儿子，孩子被吓得惊慌失措，哭着求爸爸停下，可爸爸却像个调皮又不懂事的孩子一般，嬉皮笑脸的挑逗儿子，那样子就好像在说你越不让我做我偏要做。终于孩子被吓得不住控制的放声大哭。시작이다。또 시작이다。嘉宾们觉得爸爸的行为很不可思议，然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把孩子弄哭后，爸爸的情绪又突然莫名暴躁起来，扯着嗓子对孩子吼道：“我不想再听见你说话。”随后竟丢下孩子们独自走出家门。还好没过多久，妈妈就回到家。在看到妈妈后，男孩就跑到妈妈身边吵闹着让妈妈带他出去玩。被妈妈轻声拒绝后，儿子直接一巴掌就朝妈妈扇了过去。这一幕恰好被刚进门的爸爸撞见。男孩看到爸爸后，本能的害怕往后躲，但还是被爸爸一把拽进房间。他厉声训斥儿子是不是又想挨揍了，居然敢这样欺负妈妈。话音未落，就对孩子动起了手。爸爸的怒吼声在房间里不停回荡，儿子又害怕委屈的哭了起来。然后他无助的向妈妈投去求救的目光，妈妈心里揪成一团，却什么也不敢，害怕自己的举动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看到这里，吴博士忍不住抬手叫停视频，他神情严肃的提醒爸爸，要是继续用恐吓、责骂和惩罚这种恐惧式教育对待孩子，那么等孩子步入青春期，出现第二性征之后，他极有可能对与父亲相似的外表产生强烈的反感和恐惧，从而抗拒成为像爸爸一样的男人。久而久之，孩子在性别认同方面也很可能陷入极大的迷茫与混乱。吴博士还特别留意到，爸爸曾恶狠狠地威胁孩子说要把他衣服全部扒光，然后把他丢进垃圾箱。他非常好奇爸爸的童年时期是怎么度过的。爸爸深吸一口气，艰难地撕开了自己内心那道早已结痂却依旧隐隐作痛的伤疤。他说自己的父亲在他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可那时他心里一点难过都没有，反倒感觉有种解脱，因为他的父亲有着极其严重的家庭暴力倾向，每次喝完酒就像被恶灵附身了一样，对全家拳打脚踢，把他和妹妹打得满身是伤，还不给饭吃。大冬天零下几10度的时候，甚至逼着他和妹妹光着身子站在雪地里罚站。这些不堪回首的悲惨遭遇充斥了他整个童年。吴博士对这位父亲童年时期经历的糟糕境遇深感同情，他很难想象当时年幼的爸爸面对这样残酷的对待时，内心该是有多么的绝望和无助。然而令人唏嘘的是，爸爸明明那么痛恨自己父亲的行为，可如今他却不知不觉活成了自己小时候最讨厌的模样，动不动就对孩子羞辱打骂，还说要把孩子脱光丢进垃圾箱这种话。他很遗憾爸爸在小时候没有得到过父母温暖的爱，在成长中缺失了正确的情感引导和教育示范，所以当他自己成为父亲面对自己的孩子时，才会如此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正确教育。节目最后，男孩也对着镜头袒露了心声，当问他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时，他默默低着头，迟疑了很长一段时间。 저를 치료해. 나만 혼나, 나만. 왜 나쁜 말을 하는 거야? 그냥 아무 말도 못하겠다. 선생님 너무 무서워. 紧接着孩子低声说出的那句请爸爸妈妈多爱我一些，让爸爸瞬间泪崩，情绪彻底失控。曾经他对父亲对待自己的种种行径深恶痛绝，那段被恐惧、无助和暴力肆意侵袭的童年记忆反复折磨着他的心灵，成为他一生都想摆脱的噩梦。可如今他竟险些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推进同样的深渊，让孩子重复体验那种不安与惊恐，甚至继承自己易怒暴躁的秉性。此时爸爸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错了。等他心情略微平静后，吴博士也提供了解决方案。他说孩子和超雄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关键在于爸爸平时在处理情绪时习惯通过吼叫、咒骂乃至动手来发泄。孩子每天目睹父亲这样的表达方式，渐渐也就模仿了大人的行为模式。其实孩子的需求很简单，不过是大人耐心的陪伴、用心的呵护以及真真切切的爱。节目结束后，吴博士特意为爸爸安排了一位情景心理治疗师。治疗师通过角色对调与身份交换，重现了爸爸童年时期的经历。在模拟情境中扮演父亲的治疗师面无表情地抛出一句话：果然你带孩子的方式和我一模一样。孩子不听话不就应该是又打又骂？这话就如同一把尖刀，瞬间划开了爸爸心底那道早已结痂却依旧疼痛的伤疤。儿时经历的不安与恐惧如潮水般再次涌来，将他吞没。他忍不住眼眶泛红，泪水夺眶而出。爸爸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整个人陷在痛苦与懊悔之中。这时一直在旁边静静观察的儿子缓缓走到爸爸身边，爸爸轻轻握住儿子的手，眼里满是懊悔与歉疚。他发自肺腑地为自己过去那些不当行为向孩子道歉，可儿子却只是眉头紧锁，沉默地看着爸爸，从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到家后，夫妻二人严格遵守吴博士提供的改变方案，先是通过角色扮演的小游戏来教育和引导孩子如何正确地表达情绪，比如当爸爸的玩偶用力打向妈妈的玩偶时，妈妈的玩偶要装出痛苦的样子，大声喊道，用这种孩子能够轻松理解的方式让他明白打人和骂人是不对的。接着考虑到孩子目前只会用脏话来发泄负面情绪，即便心情愉悦也不知该如何恰当表达，因此吴博士建议父母在日常生活中要多跟孩子说些正面积极的话。他们带孩子来到户外开心的玩耍，当孩子玩得高兴，脸上露出笑容时，爸爸妈妈就会温和地引导他，如果觉得开心可以用很幸福、很有趣这些词来表达。在这一天的户外互动中，爸爸和儿子之间的交流特别频繁且自然，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那些积极的语言就好像有着某种神奇的魔力，把全家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当男孩觉得妈妈做的饭菜好吃时，他会开心地竖起大拇指称赞，还会每天用甜甜的亲吻来回应爸爸说的我爱你。为了进一步增进父子间的感情，这天爸爸特意带儿子踏上了一场登山之旅。起初二人的步伐还算轻快，爸爸看着崎岖的山路，心里有些担忧儿子会跌倒，便主动伸手想要牵住儿子的小手。可儿子一时还不太习惯和爸爸有这样亲密的肢体接触，甩开爸爸的手说要自己爬到山顶。不过很快男孩的双腿就像绑上了重物，累得再也迈不动路。爸爸见状心疼不已，只好一步一步地抱着儿子艰难向前挪动。逐渐爸爸的体力也有些跟不上了，每走一步都喘着粗气。儿子这时一步也不想走，他想要爸爸背着自己上山，而此时距离山顶还有整整8万米。尽管爸爸已经累得几乎直不起腰，但面对孩子的请求，他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大声抱怨，反倒是毫不犹豫地俯下身，轻轻将儿子托在背上，给他最坚实的依靠。随着山路愈发陡峭，爸爸明显感到双腿像绑了沙袋般沉重，每迈一步都要用尽全身力气。他累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即便如此，爸爸还是强忍着疲惫，故作轻松地和儿子聊天。但其实有无数个瞬间，爸爸真的很想把儿子放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此刻的每个举动在儿子眼里都是学习和效仿的榜样，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爬山，他更想在儿子心中埋下一颗勇敢、坚持和父爱的种。就这样，尽管身体不断发出疲惫的信号，但爸爸还是凭着内心那股顽强的父爱和渴望改变的决心，一步一步艰难却又异常坚定地朝着山顶迈进。此时背上的重量早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负担，而是一份无比甜蜜的责任，是连接他与儿子之间深厚情感的纽带。有如此努力改变的爸爸，相信孩子未来一定会健康快乐地成长。